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陪杭州的一个大哥带着他老爸来到山里面看一栋房子。这栋房子之前我拍过一期视频，有很多朋友在私信里面问我这栋房子到底卖不卖，周边的环境啊真的太好了。上次我航拍的时候雾蒙蒙的，今天我们再次来看一下这栋房子，刚好房东也在家里面，待会儿呢和他谈一谈。这是进入房子的马路，宽4米左右，都是水泥路面。这栋房子距离小镇有2公里左右，距离县城有10公里，交通是挺便利的，轿车进来也都是很好开，路面很平整。这栋房子是建在半山腰之上，独门独院的房子。这里进去就是小院的大门了，还打上了围墙，围墙外面种了一些绿化的小树苗，有桂花树，这边在我们当地叫做救兵粮，这些果子是可以吃的。做了一个简单的造型，上下2层。这个房东大哥是在山里面养了很多野生的蜜蜂，这些都是蜂箱。这栋房子地理位置很好，视野很开阔。现在我们从大门走进去，给大家边走边聊聊天。很宽，之前拍过的一期视频大家是否还记得？主屋是木房子，两边的厢房是砖结构的。房子周边的地要给大家说一下，很宽，估算一下有2亩多地吧，种的有些蒜苗、辣椒。绿树成荫啊！这栋房子通水通电，喝的有自来水，还有山泉水。在我们湘西的大山里面，基本上通了自来水之后，但是老百姓还是喜欢喝山泉水。山泉水自己从山里面用管子引回来，在家里面长时间都留着，还可以养养鱼，挺方便的。房子的旁边还有一大块的空地呢。整个院坝有200-300平左右，很宽。硬化的话大概有100来平左右，剩下都是没有硬化，可以种菜。这边是今年种的一些南瓜，还有很多南瓜藤。院坝的这块区域是一座石头堡的坎，挺高的，目视下有4-5米呢。底下是菜地，实际上也是这个房东大哥自己开发的，以前这边都是山林。刚刚你们听到了吧？这栋房子是建了23年了，一栋木房子。先来看一下院坝外面的地，很宽啊。大哥是很勤快，打理的是干干净净，种了很多菜，在山里面自己种菜，不用去镇上买了。我们先走到院坝的正中间，来看一下门口的视野。这边都是大哥种的一些葱，这些葱种的比较宽，他说有大概1亩地左右吧。到过年的时候长大了就可以拉到镇上去卖了，都是香葱，本地的香葱。这是莴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今天没有起雾，
可以看得很远，很高吧？这个位置底下是有一条大河的，就在镜头前方的那块位置。站在高处，真的是一览众山小。最喜欢他们家的这处鱼池，常年都流着水。大哥说水还挺深的，大概有1米左右。平时在这边养鱼，水还是有点浑浊。在里面有些假山，这里有个台子，准备是搭建凉亭的。这里有棵樟树，夏天的时候因为地理位置比较高，挺凉快。这里的海拔是差不多500左右。它种的有些桂花，还有金蛋子。这个视频基本上我会一镜到底的去拍，给大家更好的还原了整栋房子周边的一个情况。看这边都是他种的一些葱，还有大蒜。几乎啊，整个山头都是他们家的，独门独院，特别的安逸。这边还有一株杨梅树，养了很多蜜蜂啊。鸡冠花也很漂亮，吃不完的菜。呵呵，这处小鱼池真的给人的感觉特别好。养的有鱼，他去年说养了很多草鱼，1年的时间没在家，估计草鱼都没有了，应该鲫鱼啊、鲤鱼啊那些有的。它这里环境可以。对，海拔有点高。我的车是直接开到院坝里面了。这边还有一处假山。有的草了虫啊、棉虫，它就死掉了，有些垂直了。这都是你这刚刚种的啊？这是什么杜鹃？这是那个杜鹃嘛？银山红哦。不是银山红，那就是马路上做那个了。杜鹃啊？和银山红大致有点相似。会开花没？它长不进去。开春哦。这是刚刚种的杜鹃花。这个石头的话，都是原本的石头。这一大块石头是真的挺不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是一株应该野生的文母，直接从石头缝里面长起来，大哥就把它修剪了，长得还挺不错。这处假山的话也没有给它挖掉，直接给它留在院坝里面。刚刚是说错了，这是真的石头山，这不是假山，直接给它留在了这块位置。待会儿我们走到房子里面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种的草吧？这个不是韭菜，这不是韭菜。这边的厢房是砖结构的，里面也是有2个房间。现在我们从大门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土家族的房子，堂屋已经是贴了地板砖，打扫得很干净，里面都是木质结构的。这是一个房间，走进来我们看一下，也都贴好了地板砖，有些壁柜，看起来给人的感觉很舒适的。木房子里面能够装修的这个样子，大家有点想不到吧？看，已经是做了吊顶。像这样的房子住起来是挺舒服的。这边的房间也都打好了壁柜，地板的话也是贴了瓷砖，
整个房间大概有25、6个平方左右吧。这背后应该是火塘、烤火、熏腊肉的地方吧。这背后也挺宽的哦，厨房这边就是火塘了。过一段时间，也就个把月左右，这里就可以开始熏腊肉了。整个这背后是很宽啊，50、60平左右呢。在这边是猪圈，养猪的，顺便给大家也看一下。哦哟，这么宽！在那边应该也是旱厕，当然他们家也有那种，就是说，卫生间不用旱厕了。这边的厨房就非常宽了。从这边还留了一道门，可以进入那边的院子。其实，在农村里面生活这样子挺不错的，我觉得。这是水缸呢，他们家的水缸，喝的也都是山泉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很干净啊。这边是直接用个水龙头把水给引回来了，3口大灶。这边是一个卧室，这应该是老人住的房间了。我们从这边走过去看一下。刚才我说的，他们家有卫生间，就是在那块位置，2个卫生间，可以洗澡淋浴的地方。这边应该也是一个淋浴的地方，怎么修的这么多哈？这边的地还挺宽的，可能是养点鸡。那边因为是有个鸡圈的。这个位置是一片竹林。哇，这里一点都不缺水。房子是背靠大山。特别安逸，嘿嘿，大家看到没有？那边的崖壁上放了一点稻草，实际上是让母鸡在那块位置下蛋的。呵呵，这背后还挺宽的，大概整栋房子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了。待会儿呢，我们来个航拍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可能南方的阳光照着北方的风，可能时光被吹走，从此无影无踪。可能故事只剩下一个难忘的人，可能在昨夜梦里燃烧的纯真。可能北京的浩瀚，许多漂泊的魂，可能成都小酒馆有群孤独的人，可能枕边有微笑才能暖你清晨，可能夜空有流星才能照你前行。可能夕阳沉重上有人誓言不分，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，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，可能笑着流出泪，某天在某时辰。这段时间都可以取蜜了，当然
也要给它们留一些过冬的。这些蜜蜂很勤劳的。那今天我们的目的主要还是想和房东大哥谈一下，看能不能把这栋房子给买下来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和大小来到了湖南省湘西州的保靖县，在我的身后啊，就是一个渡口，看到吧？船已经去到了河的对岸，好像还有一辆车，它应该是在等着上船来到我的这边。我呢和大熊就在这里等，等一下我和大熊也即将上船去往河的对岸。据说啊，在河对岸的山顶之上有一个乡镇。石头啊，想进去看一看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废话不多说，跟着石头的镜头，我们一起上船去体验一下吧。现在呢，我们车已经开上来了，我是第一辆车，都装满了。一艘船上有4辆、5辆车，还是装的非常多的。桥面的话，应该是有个200米左右，大概应该10分钟左右能到河的对岸吧。这是相机，这个是一个人工的一个拉拉渡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走到那边去看一下吧。哎，船家，你们这个船是最后一趟是几点钟啊？最后一趟8点钟。8点钟，晚上8点啊。好，那我等一下我再从这里回来。这一趟好多钱？10块是吧？来，我先把钱给你了。这个高了啊！以后前面那个车子298，这样子是掌握方向是吧？不要掌握方向，跟着这个绳子走就可以了。山重重，山青青，晚风灯笼起雄浑，水弯弯，岸水粼粼，千转百回流青春。的伴着我，天悠悠啊悠天，小北楼中梦醉人。高山有好水，不悲壮高举。有好水，甘泉酿世情。爬上山顶来到这里，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小乡镇。与其说这是一个乡镇，更应该说啊，这是一个村。整个这里的住户的话，应该是200-300户左右，每5天赶一集。这里还赶集，这里有农贸市场，还有医院，还有学校，还有农村信用社，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。我也是刚才爬上山顶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乡，他告诉我说，以前这个山头啊，几乎都是土匪所盘踞的一个地方。刚才我们刚刚下了渡船之后，我们走上那一个
山头的时候，那里就有一个军事碉堡，我也进去了。也是当地人告诉我，我才知道原来这里都是土匪所盘踞的一个地方。我感到非常的奇怪，解放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这里的人们还不搬出去住呢？这样子每天坐车还要坐船出去，非常的不方便，真的是非常的奇怪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一期的视频也为你们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请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一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垃圾永远是垃圾。好，这里砸了一个眼儿。垃圾，垃圾，垃圾，垃圾。慢慢砸，这个是仪表。垃圾，垃圾，永远就是垃圾。把东西该扔的扔了再砸。这个是尾灯，来前面的。垃圾就扔垃圾桶里，你知道吧？等一下把车牌取下来。游戏。垃圾永远是垃圾。哎，不过挺爽的砸车。垃圾。垃圾，垃圾，哎，扔垃圾桶。前大灯。不过我现在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的。我感觉一下子就解脱了，知道吧？就是每次最难受的时候，就是车子坏的时候。我现在突然把它砸了，我觉得心里一下子开心很多。这一段砸车的视频是一个四川眉山的朋友所发出来的，他也是一个旅游的博主，专门做自媒体的。其实我关注他的视频已经有非常久了，从去年他开始徒步西藏的时候已经关注他了。他是一个很风气、充满正能量的一个旅游博主，虽然粉丝量不多，但是他拍的视频特别的接近生活，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博主，比较真实。其实在没砸这台车之前，他也经过充分的考虑了之后，最后还是选择把这台车给砸了。其实这一台车啊，大家从镜头里面看是非常新的一台车，这台车是12月份，应该是12月1号在四川的眉山买的，当时候这台车花了23000块钱，也是非常贵的，这是一台国产车。当时候他就骑着这台车自驾游去往西藏，在路途当中他实际上已经坏了多次，这台车也维修了大概有4000多块钱了，各种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吧都出现了。到了最后不能忍受的情况下是在哪里呢？就是前几天他在从拉萨修好车之后回到林芝的位置，在林拉高速上面车子突然抛锚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其实是一个不算大的一个问题，但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。它就是那个发动机和皮带挨得比较近，在行驶的过程当中，那个皮带把发动机磕出了一个洞，最后就从洞里面漏油，发动机基本上也是报废了。最后和经销商和厂家交涉了之后，厂家给他说这是皮带的原因，皮带造成的原因，相对来说就不是车子本身的质量的原因，其实非常让人难以理解。广大的朋友应该都清楚，一辆新车大概不到4个月，这个应该是设计上面的一个缺陷吧。在行驶的过程当中，皮带能够把发动机给磨出一个洞，这难道不是车子本身的一个自身原因吗？最后叫他把这辆车拖回去，拖到四川眉山去那边去维修。在西藏的朋友应该都清楚，这边的拖车费是相当贵的。西藏这边拖车回到四川的话2000多公里，这笔费用非常的大。实际上回到那边再修车的话，
也要花几千块钱。所以说这是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情，但是那边的经销商、厂家、销售经理都是叫他这样子做，最后也造成了现在这种情况，他就干脆直接把车子给砸了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是一个有责任的车企，他直接发一个新的发动机发到拉萨，让他在拉萨维修，或者把车子拖回四川眉山，拖车费厂家来出一部分，或者经销商来出一部分，大家友好的商量，会不会又会是另外一种结果呢？其实石头想在这里说啊，我们国产的车企真的应该把售后服务这块做起来。其实通过这个视频，石头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们在自驾游去往西藏的时候，对于车辆的选择一定要慎重一些。如果车子车况不好的话，还是建议别进藏，因为整个西藏的海拔非常的高，大概都在4000米左右。整个行程下来，一趟下来的话，接近就是8000到1万公里左右之间。车况不好的情况下，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毛病，小毛病还容易解决。如果是出现车子抛锚的情况下，在藏区修车是非常非常麻烦的，费用也是特别大的了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也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。